云霄听罢，略微轻吟，不由轻叹了一声，忧心道：大哥现如今已失去了远古时那份谨小慎微。我们兄妹4人自远古修行至今，修为越深，本领越强，在天地之间树敌也就越多。洪荒之中存有圣人，越是朝着这般境界行走，越知那是无法逾越之高山。若这般存在要打杀我们兄妹，依然是易如反掌的。兄长似乎遗忘了这些。您要是以后能够一直记得这些道理，且遇上事别上头，那下场定不会那般凄惨。仙子，李长寿道，公明前辈如今修为高深，灵宝强横，结教如日中天，却也不必太过担心。云霄轻笑了一声，柔声道：道友既能出妙法，劫溪救龙应天庭，自是能看破这些的，又何必这般哄我呢？有些话仙子说的，我却说不得。道友见笑了。刚刚听闻道友劝说金光师妹的一席话，云霄心底也多了几分感慨。云霄扭头注视着身旁这位老神仙，又柔声问道：道友明明只是清忠之道心，为何却要扮作这般老态？李长寿苦笑了一声，哎呀，这云霄仙子当真是一个大机灵鬼，这都快把我给看透了吧。啊，这般外貌只是为了方便行事。唉，青年锋芒太露，中年略显阴沉，只有这般慈眉善目老者的模样，能让人多几分信赖。道友想的当真周全稳妥。不过是实力不足，只能顾全自保。李长寿轻笑着道了一句，也瞧了眼云霄仙子的侧颜。今天该不会这位云霄娘娘就是来找我谈谈心的吧？却听云霄道：道友应当能看到我截教之内隐患重重，教中炼气师良莠不齐，有些道友虽不能说品行不端，但糊涂，善被人利用。今日金光师妹来寻道友，道友之应对我尽数看在眼底，实可谓滴水不漏。云霄话语轻顿，看着李长寿又道：我并非有意在旁偷听，只是不愿现身与他们几人相见，平白增添麻烦。啊，晚辈明白。金光圣母担忧公明前辈，晚辈也理解得很。唉，大哥这般当真令我忧心。云霄凝视着空中那轮孤月，嗓音空灵轻袅。我那2位妹妹也是胡闹的性子，大哥如今又有些不将旁人放在眼中。近来我修行时，总有些许的心神不宁，怕是已有什么劫难应在了我大哥的身上。2位妹妹我能禁足在三仙岛，但大哥终究是我兄长，如今他对你赞不绝口，颇为欣赏，对我却是有些躲避。道友的话或许比我的劝说还要管用，道友可否帮我出个主意？这个……李长寿沉吟几声，主意自然是有，办法也挺多。总体思路呢，就是毒打一顿赵大爷，搞一搞赵大爷的心态。但牵扯因果太大，自己这么做也有些不地道，最好还是置身事外。还是要等公明前辈自己吃了亏碰了壁，强行干涉是无用的。李长寿想了想又道：若是换作仙子，如今若是被自己2位妹妹说教，心底该如何作想？若他们说的有道理，我自然会听从。但公明前辈好面皮，大概的道理我是晚辈也不敢多言，仙子可以在这方面找找办法。唉，云霄缓缓叹了一口气，站在回廊一侧，
秀眉轻蹙，不断思索，也是为自己的义兄操碎了心。李长寿突然有些感同身受，想开口多劝几句，却又理智地闭上了嘴。一来没有合适的立场，二来会招惹不必要的因果。看云霄似乎有些纳闷，李长寿便找了一个其他的话题，主动聊起了画作之事。云霄在李长寿这儿没能要到什么劝大哥的法子，也只能将此事暂且放在心下，与李长寿在海神庙内漫步，闲谈一二。这般闲逛竟然持续了1个时辰，倒是李长寿完全没有想到的。云霄告辞离开时，李长寿的心底先是松了一口气，随之又有着淡淡的无奈。难能可贵之处在于重情重义，凶险重重之处也在于重情义，难办呐。李长寿的这一句指导人甩了甩拂尘，运转土遁，身形在海神庙后院消失不见。片刻之后，小琼峰单房密室中，李长寿睁开双眼，施展化形术离开此地，本体出来走走透透气。皇家棋牌室中，照明法宝散发着柔和的光亮。李长寿本来是想将这阁楼命名为43乐屋，请99做一个形象大使，连起来就是4399小琼峰棋牌室。开个玩笑。李长寿在棋牌室外路过，听到里面欢声笑语，也并未进去打扰，毕竟夜深人静时，自己一个大男人靠近醉意正酣的3个妹子，2位如花似玉的女子，外加一位女凶神的神州，容易发生一些美好又不必要的事情。走到后山，看一看自己栽种的那些灵树，又去看了看被大阵笼罩的仙豆快速培育基地。等他转完了这一圈，天已是拂晓。金屋东升，天地间多了一份躁动，少了一些清凉。决定了，今后如果我有能力，在不对自身造成任何负面影响的前提下，适度的给赵大爷出出主意，帮赵大爷躲掉那一场死劫。只要赵大爷不出事，云霄仙子应当就不会牵扯进入封神大劫中。不过这事还十分遥远。李长寿如今依然不确定封神大劫会在何时启动，反正再过个几十年，他就能早早的上岸，自然不会再去趟这趟浑水。仔细想想，这事还真的挺麻烦的。忽而李长寿的仙识捕捉到了一名巡逻弟子驾着仙鹤朝着小琼峰飞来，仙门之外似乎有一男一女2个人来找小师祖的。李长寿刚要向前将这弟子拦下，免得师祖和富贵上人尴尬，但是他还没有驾云，仙识又捕捉到了湖边草屋结界大开，就听其内传出了一声嚣张的大笑声。以后富贵儿，你就是我江里散人的人了，放心，咱会对你负责的。又听忘情上人轻笑道：是，一切都遵夫人说的。夫人？李长寿嘴角一撇，感觉自己的牙有点腻得慌，继续自顾自地在山中漫步，没有多管此事。不多时，那弟子落在草屋前，禀告说门外有2名自称是江灵儿师叔祖的好友来寻。江灵儿在屋内有些慌乱地应答一声，走出来的却是忘情上人。那弟子头一歪，随后连忙低头做道揖，双眼之中闪烁着无比锐利的光芒。这都是八卦大道啊！一袭长衣的忘情上人开口道：不便出营，待本座前去。师伯祖您先请，弟子飞得比较慢。闪！李长寿暗自观察了几眼忘情上人，不由得眼前一亮。一夜春风吹青池，忘情上人的大道圆满之意更增了几分。难不成阴阳调和还有这般功效？
李长寿沉吟几声，随即明白了，这是忘情上人放下了心底郁结之事，道心圆满无垢的缘故。双修有利于渡金仙劫这种事，李长寿自然是不信的，这毫无仙道理论支持啊。与此同时，3000世界距离5部洲不远的一方小世界中，大千世界、小千世界都是龙凤破碎远古洪荒之后洪荒碎片所化。所谓大千世界，是指阴阳五行均衡，便是凡人也可以安然生存，有充沛的灵气元气，且幅员辽阔。而大多数小千世界因为五行残缺，大道难全，多会构筑出一些奇怪的景色。此时一处只有汪洋大泽的小世界中，水面掀起的千丈波涛渐渐归于平静。而在大泽的底部，一场大战刚刚落下帷幕。一条浑身布满黑色鳞片的3头蛟龙匍匐在大泽底部的淤泥中，被一道道金光所化的锁链牢牢困住。在这头蛟龙的周遭，3道身影分开水流，缓缓飘来。若李长寿能够看到此地，定然会发现这3个人他都打过交道。居中一人是那驼背老道，西方大圣人门下3弟子。这驼背老道的身周道运激荡难平，显然他封镇这头实力强横的3头蛟龙也是动用了不少的实力。在驼背老道身左是一身血色纱衣的文静道人，驼背老道身右则是身周悬浮着6把金色短刃的青年道者金蝉。那3头蛟龙目光之中满是愤怒，愤怒之下藏着的便是绝望。西方教，你们何不杀了我？然而这3道身影却是看都不看他一眼。驼背老道缓声道：这头黑鳞蛟本是西海龙宫仙蛟兵一名将领，在仙蛟兵中素有威望，后因琐事被龙宫驱逐。你们将他收服，可借他之手策反仙蛟，重创西海龙宫。文静道人淡淡的点点头，一旁的金蝉双手抱拳笑道：副教主目光深远，非吾辈可及。出手将他元神收服。驼背老道淡然道。文静道人自然而然的就要向前走，指尖酝酿血光，自然是要施展血纹之法，这可是他的拿手绝活。但是那驼背老道却又道了一句：文静啊，你如今控制的高手已经过多了些，此蛟龙就让金蝉来吧。文静道人轻轻皱眉，却并未多说什么。那金蝉低头向前，视线余光瞥了眼文静道人，嘴角露出了淡淡的笑意。待金蝉走到那蛟龙巨大的身形之前，驼背老道看向文静道人，手中拿出了一只拇指大小的血剑，淡然道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做。此物名为锁神追魂蝶，可由化身元神之力锁定化身之本体，3年为期，找出南海海神的本体，暗中处置，莫要暴露自身。文静道人嘴角勾勒出少许妩媚的笑意，将那血剑接了过来，欠身行礼：属下一定不会让副教主失望。小琼峰灾斗大阵内，正研究新式杂交仙斗技术的李长寿心底莫名有了一丝丝的悸动。他仔细体味，却只是感应到似乎有什么事在围绕着自己发生。这悸动来得突然，去得也快，还没好好的感受，悸动便随之消失不见了。有人在算计本人教小弟子？李长寿放下锄头，停下手中的农活，面色十分凝重。这般悸动，应是能够威胁到我本身的算计。我现如今都是靠指导人在外做事，在防推演这一块，不仅有诸多小物件，更有太清圣人老爷为我出手，遮蔽天机。
莫非是门内有人要针对我？这也不太可能啊。门内现在大抵来说已经没有人能够正面威胁我了。自斩道境不是白斩的，普通金仙在我面前也没什么压力了。而且李长寿一直在监察门内，但凡跟自己有可能产生冲突的真仙天仙，基本都在平日里的定期考察范围内。炼气士的灵觉提醒，心底之悸动总归不会是空穴来风。李长寿此刻收拾好此地，迅速检查了一下大阵各处，就将心神挪回本体，右手掐弄手指，开始细细推算。不过几个呼吸他就有了结果，很干脆地放弃了这一无意义的行为，拿出了纸笔逐条开始分析。没办法，推算这一门神通跟自身年岁、修为境界与天道的距离相关，其实呢就是查阅天机。让李长寿措手不及的是，这个悸动很快再次出现，但随之又消失了。又片刻之后，李长寿迎来了第3波灵觉轻颤。什么鬼啊？难不成能威胁到我的这个家伙还在犹豫不决？李长寿眉头紧皱，看着自己白纸上画下的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故事线，心底也禁不住嘀咕了几句。能威胁到我本体的方式如今只有4条。第一是突然有大能来了脾气，非要覆灭渡仙门。第二就是依据指道人所留下的漏洞找到我的本体。第三便是能够串联起渡仙门弟子与南海海神关系的小老铁敖乙。第4条比较荒诞，但也有可能性，那就是自家圣人老爷看我不顺眼，吹口气儿把我吹成渣渣灰。这其中可能性最大的便是第2条、第3条，可以先做一个排除法。